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卢先生，38岁，来自吉林，网约车司机；霍女士，35岁，来自吉林，全职主妇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的婚姻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缺钱呢，因为我家现在5口人，经济压力确实比较大。我老公现在在家躺平了，也不往家拿什么钱。以后我家这5口人该怎么生活啊？我怎么躺平了？以前没日没夜的赚钱，现在不也是供让他花吗？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3个孩子他从来都没管过，他都不知道我照顾这个家到底有多辛苦。他就是一直看不上我，总拿我跟别人老公比。我就想问问他，我怎么做他才能满意？5口，3个孩子，对，说说吧，都什么情况啊？现在家里边，我们家一开始就是挺幸福的一个5口之家，虽然说孩子比较多，但是还算可以。我们俩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屯的，虽然说不是很熟悉吧，但是也都了解一些情况，一起长大的嘛。然后他对我就是挺有好感的，一直追我嘛。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排斥、不同意的，因为他家庭条件嘛不是很好，但是他就是这半年多吧，对我就是挺好的，一直追我，然后我也就是被他感动了。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，结婚了1年多，有了我大女儿，几年之后有了我2女儿和我儿子。就一开始还挺好的呗。对，一开始他挺好，他就是挺上进个人。然后虽然说不是说挣很多，但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就是可以。因为我们家是养车的嘛，然后他1天半宿那么干，然后干的确实也是挺来劲儿的。然后现在他呢，别说1天半宿了，一天加到一起也就4、5个小时左右吧。他就是咋的呢？出租车这行业也不怎么太好，以前呢1小时能跑个30、40块钱，现在可倒好，就1小时也就是10块8块的，结果那个连费用都出不来。他呢，我正是好时候来个电话，老公啊，接个孩子了，整这事整那事的。但有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呢。我的朋友不是干工程的，就干网络的，都挺有上进的，1年了2年了也回了一趟，就每次我都给他报备，因为他总出去，他这朋友都回来都有几个月了，总出去，这1周都得出去好几次，然后我都吵了1次，我以为他能挺一段时间哈，然后再给他打电话，他还是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吃饭也还行。在一起打牌，我告诉你，我朋友都是有钱人，那不是说单纯的出去玩牌喝酒了，而是说啥呢？你出来就行，看看你这现在是收入也不那么好，你家3个孩子压力挺大的，就想拉吧我。有一次出去打麻将是啥意思呢？不是单纯打麻将，就是玩玩，开心，喝点茶了，唠唠嗑了，就是想拉吧。给他打电话不好使，他就不让我出去，人说了，说你出来。完了，这哥几个给你拿点钱，你回去给你补上。怎么兄弟还凑钱给你带回家给媳妇儿？这啥意思呀？我跑车钱没跑出来呀。给你钱，你给你媳妇儿，就说你今天跑车挣的钱，就这么回事。出去10次就给他1次，他好意思说呢？那他要次出去回来都能带钱回来，这买卖能干吗？不可能，人家开那一个玩笑，说让他出去，他就当真了。哎，他说了，是他兄弟们准备拉吧他，有什么小生意带他一起干。是有这事儿。你说老师，我要不说这事儿还好一点啊，在一起吃饭的，确实是有一个，就是我也认识那个，然后叫小刘，就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确实是人家就是挣着钱了，1个月都得挣好几10万，确实是可以，这个咱也承认。但说人都接触多少年了，10多年了，这个网络那个行业，他根本都不懂，人家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。或者是聊天的时候，人就说过说带他，你说你都不懂，人怎么能带你呢？你不是白日做梦吗？我怎么白日做梦了呢？他就现在一直瞧不起我了，我干啥都不中，就是你开出租车，干2个小时，你别歇着，这才是达到他的满意。不是你干别的事要赚钱了也行啊，或者有奔头也行。人小刘就告诉我了，在家你就待着，网络这块有缺位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那你咋好意思说呢？啥时候有缺位啊？在家等着呗先。不是缺位来了你也上不了啊，你没这经验。哎，对，老师说的，我也是我的想法哈，我都说过，我说你跟他学看看哈，然后跟他说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。最气人的是有个叫小王的，就搞工程，他都不知道人家在哪儿，就是在一起聊过几次天，然后吃过几次饭，他就说又带着他又发财了，然后还得往里边投资多少钱，就这种的。你别说话了你，我以前就是搞工程的，没开出租车前是搞工程的，那我不懂这事儿吗？人说了，那个小卢啊，你给等着，我这份活下来签完合同，咱俩就一入股，咱俩1人1半的，投点钱。他就说啥就信不着了，
投多少钱？也就10万20万的干个小活了，搁他个手底下。你们家有多少钱？没钱，我现在找亲戚朋友借点儿。就是大家异想天开，我说那你可以干，也不是说不让他干，最起码你现在你得一步一个脚印，咱得一步一步来吧。因为家现在3个孩子嘛，3个孩子就是天天都得花钱，各种吃喝了，各种费用都得用钱。这3个孩子1个月开销大概有多少？18000吧。那他现在赚得回来18000的吗？以前的时候可以，但是他现在根本就供不上。你们家就是靠他工作赚的钱在维持运营。对。他只要赚的少了，你这儿就供不上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，我就是觉得他现在应该就是每天就是正常干，然后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出去闯一闯啊。老大几岁？14岁。老二呢？9岁。老二9岁，老三7岁。要这老三咋要的不知道吗？咋回事？要第2胎是龙凤胎，完龙凤胎那个小子突然间就没了，他也挺不得劲儿的，家里瞅着他也挺难受的，说满足他一下子吧，有没有这机会再要个老三儿，让他来个小子，就这么个事儿。我承认，要儿子的时候确实是挺为我考虑的，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。那生完儿子老溺爱了，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，疯狂的购物。孩子就是2、3岁的时候啊，就开始买这玩具啊，算飞机都300多元一个，买7、8个都买。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大车了、小车了，我家70多平房子，到处给我试了，全装玩具，就那么买。有的那车都没拆封呢，孩子都没看着，没玩几下子呢，就搁屋里边了。都是啊，买鞋一双鞋都是200多个往上的，我就这么挣钱，我能够让他花？你买那么多东西，是你3个孩子都是这个待遇，还是仅对这个小儿子？儿子的比较多。那你对这2个女儿岂不是不公平？因为当母亲的，就是心里边的对孩子这个本能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比较特殊这种情况，所以说对我儿子可能是更关心一些。老2、老大的时候，就是我妈，带孩子都带的挺好的，到老3都不让看。都不让瞅，不让摸。我婆婆就是在农村来的，然后她也不知道消毒或者怎么样，因为现在的孩子和以前他不一样，就是比较娇，更何况我家有过这种情况，然后我就拿孩子，确实是就是比较重要一些，然后我就不让婆婆带，我就让她带。哎，你是就是从生孩子以后也就没有上班，没有赚钱是吗？没有。我说那你既要求他白天上班，晚上还让他带孩子，就1个月根本也不是说天天让他带。是啊，这月子里我带，他从来都不说晚上看孩子，白天那个开车，你这身体得歇会儿了，让你妈窜会儿，补的啊。孩子这1个月他不让穿纸尿裤，让我看着。你说这是什么女人？这是一个。因为孩子太小了嘛，皮肤也是比较嫩的，而且就是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是6月份，就是天气比较热，纸尿裤吧，我怕孩子就是这理解，但你不担心你老公白天出车，晚上看孩子，这就根本睡不了什么整觉啊？就是偶尔也可以睡呀。再说他自己的活，他白天有的时候可以少出嘛。结果我这1个月他就净事儿了。孩子尿了起来就开始埋，就吵着开始就，我说你别吵了，因为他有的时候换的不勤嘛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那就是这1月挣了下来我瘦了7、8斤。你当一回爸，你值得你这么抱怨吗？我就感觉正常花的钱呢。你闭嘴吧你呀！来，我告诉你，搁家就掰着不过的了啊！你说必须得上这儿来。就是化妆品啊，就每个女人都爱美，我也知道，买呗，给媳妇打漂亮的，出去不也是争光吗？给你了是不是？经常是买2、3件化妆品，全是牌子啊。那我不也是赶上打折的时候买吗？不也是为了省钱吗？再说你等缺的时候，你不还照常买？和恢复原价的时候还真贵吗？那我问你，现在就是这个化妆品我可以不买，然后甚至孩子的玩具我都可以不买，但正常开销呢，就是孩子正常的补课班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楼下就是补课班，我儿子7岁到9岁到那个14岁的大姑娘全补。有啥你说说我听听。哎，什么跆拳道了，什么美术了，钢琴了，古筝了，给我都补懵了。我们一直都上，因为有的时候上过机检，孩子那个不喜欢了，或者是我感觉不上过机检就不上了。停，先别说，我们那是1节课是50、60块钱，一教就是10天的。有的孩子领去了，上2节课，孩子不愿意学了，这个都不去了，人不往回返钱，这钱都瞎老了。那不是因为孩子不喜欢上了吗？首先是这样啊，我建议啊，就是如果说咱们家孩子他要是自己能有点零花钱的话，他上补课班之前，你让他去充分的体验一下，不是都有试听课吗？你让他试听个1、2节，然后问他你想要哪个，比如说3个班，我都去试听1节，让他3挑1。咱不是仨班都得去，而且要跟孩子说，你挑了这个班，你挑的啊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，好的。爸爸妈妈给你掏，比如说100块钱，爸爸妈妈给你掏90，你自己的零花钱你掏10块，你得有代价。
你别说上2天，说不上就不上了。就是培养孩子兴趣爱好呀，或者有一些课业的这个加强学习，我觉得是量力而为的。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吧，他现在就是不仅经济上啊，像以前那么努力了，然后就是对我也好，对孩子也好，基本上就是不关心了。比方说，就是以前哈，我俩就是刚处对象，我稍稍有点感冒的时候，他上镇里边骑那个小电瓶车，冬天特别冷，然后他也啥也不带，特别着急，因为怕我感冒难受嘛。然后他去买那个感冒药，我们离镇里也挺远，回来一看他那样，就是确实是心里边有我。但是现在咱别说对我，就是对孩子他都漠不关心，因为就是有一次我大女儿就是在学校吃嘛，然后就是学校临时通知了，天然气坏了嘛，去接孩子回来吃饭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去接那个姑娘吧，然后那个我接儿子，他就在电话里边一顿数落我呀。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是活好时候啊，我车有人，我还直接撵去啊。我不也没用你接吗？再说早晨的时候，外面下哗哗大的雨，我也以为你就是你肯定你得主动要送，他都不吱声。我说那我忍不住了，我说要不然你去送孩子吧，外面下雨下太大了，他也不去。那个，我问一下，就是自从咱们家老三出生了之后，你为自己丈夫做过什么？没有。您觉得这俩事儿有联系吗？有。有什么联系？您告诉我有什么联系？他在外面干活确实不容易，但我进过家我也不容易啊。所以你也不关心他，他也不关心你呗。虽然我没关心过他，但我感觉就是实质上他也没为我做过什么。哎呀，你们10多年的夫妻了哈，3个孩子。是，我都告诉过他，我说以前呢花钱呢，我就挣200，咱俩一起花去，我可以对你好。而且现在是不同了，现在我多了个3个孩子，这一份心分你4个上，你可以理解我的。因为他以前就像他刚才说的，虽然说挣的不是很多嘛，但是就是挣100给我100，挣200给我200。现在就是我家里的事儿，他不但不管，人家就各种理由，人送不了孩子，也接不了孩子，就各种理由。完然后钱呢都给你吗？不管他挣多挣少。要不说钱还好一点，因为有一次我发现他兜里边有500块钱私房钱，因为他以前从来不揣钱，就像我刚才说，他挣100给我100，挣200给我200，而且自己留个10多块钱、20多块钱了，抽烟了、喝水了或者怎么样，兜里从来都没留过钱，10多年了嘛，就是这1年多。然后我上2天我就发现他兜里有500块钱，我就问他，哎呀，咋有钱了呢？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忘给你了。我也就信了。过了都有3、4天吧，然后我就是无意中看他手机红包里发现了700块钱，当时我就特别生气，这个就不可能你私房钱了吧？我问他，我说你这个钱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到家没有第2句话，第1句话就问你，我今天跑多少钱？能给我交多少？那你这不是藏私房钱了吗？我就想问你，你这私房钱啥意思？我必须得藏点钱呢，我得藏点钱呢，钱全都花没了。我以前是啥情况到家呢？全交给他。红包里基本上就剩10多块钱，烟钱都没有。你该留吗？你名义上是丈夫，其实你就是个扛活的。老师，你这说对了，你就应该以一滴汗珠子摔拔瓣，1分钱不留，全身心的把你的每一滴汗水、每一滴血都奉献给你的家庭。你怎么还能留1分钱呢？小霍，我说的对吗？我觉得不对。那我问一下，咱们家孩子楼下那班1节课5、60，一教10天，10天乘以5、60就是5、600。对，3孩子仨5、600就是1500。对。你老公留了500块钱，这是多大罪过？您告诉我。他从来都没留过，因为他这个人特别本分。我就想一想，他现在是不是有外心了？你也知道他本分啊，我们听起来真的，你看刘老师都愤怒了，你这不欺负人吗？哎，但我也得帮你问一句啊，你说你13、14年都忍了，1分钱不留是吧？咋最近就不忍了呢？许我忍不住嘛，姐们儿，就想说这个，许我忍不住嘛。我的意思就是，许我出去找一小刘，找一小王，我喘口气儿嘛。我的就这意思。咱这样吧，咱说说你们来干嘛吧。我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还想好好过嘛。我们虽然说孩子多压力大，但是他要像以前一样好好干，就也可以。他说我干不动了，我不想好好过了，不过了。我也就这样式的了。那3个孩子呢？那不花了。该花呀，我挣多少钱该付抚养费我付啊，没钱上补习班不上啊，买不了飞机不买呀，不是所有人孩子都要买飞机啊，这种想法肯定是不行的。那不行怎么办？那我想大家就是让他跟他说一下，你跟他生了活了14、15年了，你都改变不了他，我们一会儿就能让他出去给你卖命去？我就想知道他现在心里边到底是咋想的。就你老公其实是个挺老实的人。对吧？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任何主动权，你还对他也不好，你想要他有什么态度啊？小年轻，你们有什么态度吗？姐姐她没把她老公当做是她的丈夫，就我感觉一点不爱他。她是不是这么多年没工作了，不知道钱难赚呀？
有的时候给自己老公压力太大了，而且本来老公也是有自己的社交的，他想赚钱，他想找自己的兄弟跟他带他一起去赚钱，他留点钱，多多少少社交也是需要钱的。就其实你觉得这个老公做的还不错的是吧？对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我感觉她花钱花的太多了，她应该就是在自己老公能承受范围内去花钱。就是他俩都觉得你老公挺好的，听明白了吧？人小年轻都是这么认为的啊！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啊？霍女士太强势了一点，你的眼里现在只有你的孩子，确实没有他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就是开始工作？咱对于这新时代社会认知稍微有点封闭了。你换我也崩溃啊！他拼死拼活的不要命了，在外面赚钱，让你回来培养孩子，最后孩子也没有培养好，他看到家里一团乱泥。他人生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了呀。接下来，我觉得您的这个消费观有很大的问题。就是在你们当地的一个消费水准来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丈夫出去拼命去赚钱，用心赚钱，其实应该是可以支撑起这个家庭的。可以，他觉得你已经盲目的在挥霍他就是辛辛苦苦赚回来的，就是他叫什么血汗钱，拿命赚的钱。所以你从现在开始，我觉得你们俩应该要一起共同监管账户。你们俩设立一个规则，就比如说超过多少钱，必须2个人都同意这笔钱才能支出去。你们俩要一起商量，你不能一个人做了所有人的决定。女士，你就很容易在家里面一个人做了所有人的决定，然后所有人都要跟着你的节奏走，结果你的节奏是错的。其实生命中最重要的哈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似的，爱情保卫战，是你们俩要走到最后。真正的是个伴儿，是你的老伴儿，你旁边这个老伴儿。孩子有孩子的命，孩子的教育和教养，我觉得越是溺爱的孩子越没有出息。你现在我觉得孩子特别缺的一课，你要教育你的儿子，让他知道钱是用辛苦去挣来的。你的老公是个好老公，你应该想办法怎么样好好的对待他。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他已经无奈了，他绝望了，他就只能破罐子破摔，我没办法，反正我就这样了。那么翻过来，我也要说这个老公，你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方法，因为在生命中你会在各个阶段碰到各个阶段的问题。人生的命运线是抛物线的，不是说永远都是越来越好，你总有下坡的时候。那么现在是你事业下坡的时候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你本来一直都在担当你这个家，那么我觉得你更重要的是，我更勤奋的去工作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用你的责任心，用你的爱心来感化你的太太。首先肯定一下啊，有值得肯定的一面。我觉得3个孩子的母亲也很不容易，3个孩子的父亲也很不容易。还是一个家庭，还愿意为了解决家庭的问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我觉得都是善良的人、有爱的人、愿意负责任的人。但是确实现在家庭出现了这样的危机。这样的危机有你们自己的问题，有你们受到周围人影响的问题，也有环境的问题。但是既然遇到问题，咱们解决问题，谁也别埋怨谁。老公你也别埋怨太太说这么溺爱孩子，这么无底线的消费，你惯的呀。你是家里边掌舵的男人，赚钱的男人，你惯的呀。就他一个人惯儿子了吗？你没惯吗？你要硬气一点说，买什么飞机？我的儿子是用来长志气的，是用来学习的。你也没教育呀，这个教育当中你没缺失吗？所以你惯的吗？对吧？要不然我刚才老开玩笑说你宠了10几年了，你今天突然变了，人家不接受了呀。但我始终认为你们俩之间还是有很深厚的情感和责任在的，所以才有今天闹成这样来我们这儿吵。所以那我们把责任划分一下，母亲培养孩子、陪伴孩子多，父亲需要更多的赚钱。你就别再等着天上掉馅饼了，小王小刘的，咱放松一下，出去娱乐一下可以了。先好好赚钱，机会来了咱们抓住。你的责任，老公钱都交你了，您规划规划呗。咱还得有点积蓄吧，能不补的就不补了。谁说孩子一定补课才有出息啊？你们留点自己父母老了给他们养老的钱，留点自己将来老了该攒的钱，别乱花钱了。想要教育出好的孩子，首先父母得相爱，他们内心才有安全感。天天妈妈数了爸爸不赚钱，爸爸不回家，不给妈妈安全感，那孩子能教育好吗？你俩相爱才是言传身教对孩子最好的教育。赶紧把你们之间的感情也看一看，你关心一下老公出车回来累不累，咱给补一补，稍微弄点好吃的，给老公收拾干净利索了，
你也爱他一点儿。你的孩子会长大呀，他们长大了都会离开你的，该结婚的结婚，该离家的离家。你有啥呀？你就有个未来的老头陪着你，你也多关心关心太太，在家带孩子不容易，空了。路边看到有卖花的，咱支援卖花的小姑娘，3块5块买朵花回来哄哄媳妇儿，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？想想你们当初那么不容易走到一块儿，生了3个孩子，再想想未来几十年我们要过的生活，没啥过不去的，不就是现在眼前这个坎儿吗？我相信你们肯定能度过，修复一下感情吧，加油啊！他是牛马还是人？是人。他在咱们家有什么人的待遇？没有太明显的。我就跟您说这么件事儿吧，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喜欢在外头跟人家应酬。他在外头应酬的时候，他也知道人家挣着钱了，我跟人家在一块儿。你以为一个这岁数的老爷们儿，你陪我会儿，你陪我会儿，我们哥几个给你凑钱回家跟你老婆交差去，多没面子。对，你觉得他有面子吗？没有。他就是找地儿躲着。回到家就是你居然能留500块钱，回到家咱们家孩子下月还有一个补习班的钱，你是不是给挣出来？他就是找一地儿藏着去了。你们不是说现在挣钱容不容易的事儿，你们现在是这个丈夫在这家没动力了。您别那么大喘气儿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就现在我就试着跟自己的妻子说句话：我们不是牛马，我们是人。我不想跟他说啊，我现在啥都不想跟他说。你试着说一声，总得试试。您还愿意试试吗？我不愿意试。不愿意试了。你不愿意试一试啥意思呢？那要不您试试？可以。就是你在家，不仅是你自己躺平，可能也是我身上的原因，我的语言呐，然后行为啊，也可能就是打压你或者怎么样。然后我以后尽量理解你一些。丈夫觉得中听吗？舒服点吗？你感觉他能变吗？他肯定没法是立刻就72变，这事儿他有一过程。我觉得可能啊，在你们没有来我们这节目之前，你妻子还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，她觉得你是男人，不就应该当牛做马，养活你3个孩子吗？对，到家就是没好生的。但是今天我觉得老师们说了，他多少会有些触动，原来日子不是这么过的，这样过下去我就没有好日子了，我老公彻底躺平了，我们娘4可咋办？我觉得他有了这个危机感，人有时候有危机感是好事儿，要不你老觉得特安全，我老公就应该伺候我。没有理所应当的事儿。另外，咱们家孩子就是能不能让14岁的姐姐多管管7岁的弟弟？别补习了，姐姐给弟弟上课。就是14岁的姐姐要是能愿意管管7岁的弟弟，这个大姐也会越来越有责任感的。对，行。我为什么这个建议呢？您能腾出点时间来，咱是不是回去重新接触一下社会？行，我回家考虑一下。对吧？也别都交给他一人儿，万一有一天你比如说开车腰椎间盘一突出。他要歇个1个礼拜，说缓缓，咱们家也能有进项。行，你是真行是吗？真行。哎，我觉得这妻子还有点变通的能力哈。其实我倒没在听妻子说什么，因为她答应都太痛快了，而且她答应的没有力量，就什么事儿都可以答应。然后呢，其实你一直在整场都在虚张声势，你离不开这个家，你也离不开他。但是其实我一直在琢磨，老公你在想什么？我先问第一个问题，你留了不止500，你还留了一个700，巨款，你要干什么？要造反！我得留点钱呢。他这么花下去，你说我出门之后，就是他1分钱都不给我，这出租车一天200-300公里，哪有哪个零件都这人都得坏的时候，别说出租车了，我得修车呀。修车。我有一次爆胎了，搁道上啊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媳妇儿啊，你赶紧给我打点钱，我车坏了爆胎了。他可倒好，说啥？你是不是又出去玩去了，喝酒去了吧？不信任啊，不信任。结果我冲我朋友打电话，我说赶紧的给我转钱，我修车去。就这样式的对我，真没面子。哎，所以你准备这些钱也是为这个家，我得攒点后路啊。他全花没了，结果哪天孩子生病感冒啥的，明白，都明白。我出一招，看合不合你的心意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来管钱，甭管是出车的钱、修车的钱，还是孩子的费用，你来管。行也行。妻子答应吗？他管也可以，但有的时候因为那个老师群啥都是我联系，我怕有的时候就是没关系，他管不是说你不能用，不是都要他去花，他来操持这个家，因为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呀？再怎么努力，永远赶不上您花钱的节奏，因为这个就像一家公司哈。这个老板啊没用，不给优秀员工支持，反而一直这优秀员工这个月
表现不错，好，下个月给你增加目标，下个月达成目标再给你增加目标，他永远得不到正向奖励，反而觉得被你利用，而且在这个公司里头没有价值感，没有存在感，他只是一个挣钱的工具人，他是一个透明人，他不仅得不到奖励，还得不到认可，他会被老板说你怎么这么没用，你为什么达成不了我定的目标？请问定的目标合理吗？所以他在质疑你，所以他要辞职了。他不干了，我不干这家公司，你能不能干？你也不行。所以现在咱们移交大权好不好？让他规划，让他理解这3个孩子，这个家用应该是多少钱，然后你们画一个预算，然后该你花的你花，他当这 CEO， 行不行？行，那这个家你真正来做主，咱试试。所以这样我觉得就能把你们的状态给调过来，我们试着往前走。3个孩子毕竟需要你操心的，你也很辛苦，但是你的苦他不知道。他的累，你不能理解，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各自的伤痛去伤害对方呢？好不好？试试我说那招。你老公这1年发生这个变化，和他结交那些朋友有关系。我劝你一句啊，人家是赚得盆满钵满回来放松了，人家来休闲了、娱乐了。你现在家庭负担这么重，我建议你和这类型的朋友可以少接触了。你心也有点飘了，你留那钱干啥呀？不就觉得自己哥们们，我吃点喝点，我自在点呗？咱3个孩子不是自在的时候，你还真得忍忍。要交朋友可以，带着妻子带着孩子，咱们家庭聚会和我们情况差不多的，互相鼓励互相支持。你和他们混在一起能混出啥来呀？人真给你生意吗？还什么有缺位让你去干活？你要真的是块金子，适合网络上面的工作，他就把他的现有职位踢了让你去干。都可以，咱不是干这个的料，你也收心吧，行吗？知道你累了，放松了，咱收心吧，好吧？不管是你管钱还是妻子管钱，把钱用在刀刃上，这是你家现在急需的任务。以后你们夫妻俩50岁以后且有休闲的日子呢，天天打麻将喝茶没问题。我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呀？有点这意思。行吧，你听懂了吧？你让他放松1年，他收心。咱好好过日子哈，行，你俩也回去休息休息，好吧？咱听听小年轻他们的事情。